彩虹7隐身无人机即将出口中东的话，那么美国人眼里的天下会不会又被搅得一片大乱？各位网友大家好，我是周小飞。这两天呢，听到一个消息啊，说是中东啊有一个大户人家看中了咱们中国造的彩虹7无人机，不仅要买飞机啊，号称是连生产线都要买过去。具体是谁要买呢也没说，反正我一听这个路数呢，好像是沙某的风格。你像沙特呢，他们以前买过不少的彩虹4无人机，因为使用门槛低啊，操作简单呢，有鼠标有键盘就可以啊，就是人员培训也很简单的，不需要飞行经验的，全自动啊，所以很适合陆军使用。那么所以这个作战过程中啊，沙特跟胡塞武装作战过程中用的呢是挺狠，经常的出动，说一架飞机好像这个飞行时数吧，一年下来能飞到300小时，出动量非常高了，战果也很丰富。所以呢，一方面感觉用得很顺手，另一方面呢，也补充些战损吧，还是被击落了几架。沙特觉得不过瘾，还要追加订单。有过了彩虹4的使用经验和感受，那么沙特对彩虹家族的信任度应该是没问题的。而且过去几次战损呢，也暴露了彩虹4一些问题，就是飞行高度不算高，也不隐身嘛，速度也不高，就有可能被胡塞武装的一些个什么肩射导弹之类的东西击落。而且呢，按照沙特买什么都不差钱的习俗啊，他们肯定会希望买点更好的，而且有什么好的买什么。所以彩虹7一亮相，沙特能看上，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。彩虹4呢，毕竟算是一种相对廉价的消耗品，很便宜嘛，所以呢，在拥有一些个制空权情况下，欺负人是没问题的。而且就算有损失就损失了，只要战果足够多，交换比足够高就行了。但是这种玩法呀，面对防空能力比较强的对手，估计这交换比就会非常不好看。比如说用彩虹4对付以色列，那估计就没什么戏了。但彩虹7可不一样啊！要知道彩虹7这个无人机起飞重量就是13吨，差不多是彩虹4的10倍。你想载弹量能有多少吧？彩虹4是300多公斤，那彩虹7呢？另外，彩虹7的这个飞行高度最高能到13000米，这就意味着一般的肩扛式防空导弹、高射炮对付彩虹7是根本没戏。而且它是隐身飞机啊，大多数的防空导弹雷达能不能够发现它都是问题，发现了可能距离也很近了，而彩虹7偏偏又能够携带反辐射导弹，100公里距离上不见得防空阵地能看见它，它是可以猎杀各种防空导弹阵地的。所以沙特如果买了彩虹7的生产线，在中东的天空沙特是可以称霸。而且以前买美国武器使用起来受美国的影响和限制太多，使用彩虹7的话真的是不受任何美国的干涉和影响就能随便使用，这是大杀器啊，完全有可能对周边的战略目标进行打击。美国对沙特的军队控制力可就大幅度下降了。这种隐身的无人机如果大量进入国际市场，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美国过去凭借 B2 啊、F-22 啊、F-35啊形成的独有的那种空中战略优势不存在了。到这种情况下，你美国还镇得住谁？而且面对大量的隐身无人攻击机，美军的对抗能力就很强吗？尤其是美国陆军啊，美国陆军历来防空火力层次就远远不如中俄丰富。为什么？他以前光想着利用空中优势打别人了，什么时候想过自己丧失了空中优势或者守不住制空权会挨揍啊？所以面对大量的无人机，美军的防御力量就是防空火力就已经开始显示不足了。如果更多的无人机是隐身的，你让美国陆军怎么活？关键是当这些隐身无人飞机在战场上来回飞的时候，美国又无法及时有效的发现和拦截的时候，战场就从美国有利的单向透明、单向打击，变成了美国军队也被其他国家看得通通透透的双向透明了。双向透明、双向打击的情况下，美国在全球的控盘能力就要出大问题。所以呢，我们也估计啊，美国面对这个局面一定会想办法控制或者阻止中国这一类武器出口。它能够阻止的最多也是听他话的国家，不让你买你就不能买。但是不听美国话的这些国家想买什么，他就真管不了了。那么美国唯一的对策是什么？想办法降低销售门槛，把自己的同类产品也卖出去，跟中国争夺这种市场。如果更多的国家去购买了美国的隐身无人攻击机，那么美国的控盘能力可能多少恢复过来。不过美国如果真这么干的话，同样还是扩散了隐身无人装备，
美国的战略优势仍然是不复存在。所以小小这么几架隐身无人攻击机，可能对美国的战略布局来讲，真的要发挥一个颠覆性的作用了。好，关于彩虹7隐身无人机如果出口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，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，我们下期再见。